懷孕的女人爬到高高的屋頂去蓋房子，讓人看着心驚膽戰，不由得為阿平擔憂起來。但這個命苦的女人確實一點辦法也沒有，為了孩子能活下去，她必須要這麼做。狠毒的丈夫把她無情地趕出家门，又把阿平辛苦搭建起的房子給燒了。失去一切的阿平只能挺着大肚子獨自一人去建造新房子。昨天阿平房子的基本構架已經完工，一大早醒來，阿平就邁着沉重的步伐前往山裡。阿平這是要來幹什麼呢？建造房子還需要很多竹子。阿平穿梭於山林之間，開始尋找一些品質好的竹子。這些竹子不能太粗了，也不能太細了。太粗的竹子不利於阿平搭建房子，太細的又容易折斷。有3根手指粗細的這些竹子是阿平今天的目標。拿着砍刀來收割這些品相好的竹子。阿平這幾天實在是太累了，不停來回於山林和施工現場之間，除了晚上能短暫的停留歇息一會兒，白天幾乎都沒有休息過。這對於一個懷孕的女人來說簡直是超負荷運動。但阿平也是個要強的女人，儘管生活對她非常不公，可阿平還是勇敢地向自己悲慘的命運發出挑戰。不大一会兒，好幾棵竹子已經被阿平砍好了，接下來就可以对這些竹子進行修整了。把竹子上的細枝末節全部砍掉，留下竹子中堅實的部分。看阿平砍竹子的熟練程度，真為他感到心疼。這本是些男人該幹的活兒，不該是女人幹的，更不該是一個孕婦去幹。但阿平卻沒有去抱怨這些事。對於阿平來說，能遠離她那無情的丈夫，丈夫不會無緣無故過來找事兒，已經是阿平最大的滿足了。真是個可憐的女人啊！很快伴隨着一棵一棵竹子的倒下，阿平這個時候收集的竹子已經不少了。看了看这些竹子，應該夠用了。這麼多竹子，阿平卻不好一個人帶下山去。可阿平也是個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。只見他跑到一棵樹下，找來了一些藤條，用這些藤條把這些竹子全部固定，應該就能更好地運下山了。阿平拖着沉重的竹子朝着施工現場走去。回去這段路有點遠，剛回到施工現場，阿平就累得氣喘吁吁，不由得就地坐下來休息一會兒。短暫的休整過後，阿平就又開始行動了。阿平拿了一根竹子來測量一下屋頂，確定好屋頂所需竹子的長度之後，阿平拿着鋸條就開始鋸起了竹子。這也是阿平今天的一項艱巨而危險的任務，爬到房頂去給新房子封頂。阿平沒有很專業的建築知識，也沒有旁人在旁邊幫扶，他憑借的是自己的摸索和內部服輸的精神。這時他的肚子已經越發明顯，每一次的彎腰和抬手都像是在與命運進行一場殊死鬥爭，而他所做的一切也是腹中的小生命給他的力量，並提醒着阿平必須在孩子出生之前搭建好這個遮風擋雨的家，否則他和孩子都將在這殘酷的世界無處安身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鋸齒與竹子的摩擦聲此起彼伏，不大一會兒，一定尺寸的竹子已經被阿平鋸好了。這些竹子都是阿平辛苦的勞動成果。接着就找來了一塊木頭，把竹子搭在木頭之上，用刀子在上面開口。竹子的2個方向都需要開一個小口。這些竹子上的小口看似簡單，實則卻藏着阿平的智慧與巧妙。先看看阿平留這些口子幹什麼吧。時間很快來到了晌午，這些竹子兩邊都需要留一些這樣的小口。把這些小竹子全部處理完之後，阿平則拿來了一個較大的竹子。阿平深呼一口氣，並使出渾身解數，試圖把這個大竹子從中間劈開。阿平用力時，他隆起的肚子顯得格外突出，讓人忍不住揪心，生怕他和他的孩子會受到傷害。無依無靠的他只能把自己逼到極限。阿平要把這棵大竹子全部削成一個个小的竹片，這些竹片韌性很足，將來用作房屋的連接是個不錯的選擇。阿平削好之後，再把處理好的竹子穩穩地放上去，然後再把這些竹子用這些竹片與框架進行固定。儘管生活的苦難如潮水般將阿平淹沒，但阿平眼中始終閃爍着對未來的希望。他有一個強烈的信念，那就是如果自己足夠勇敢，有堅定的決心，一切艱難險阻在他面前沒有戰勝不了的。把所有這些竹子全部按一定位置擺好之後，
阿平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為他捏把汗的決定，那就是挺着大肚子的他爬上屋頂去幹活。對於行動不便的阿平來說，無疑是一種危險的舉動。希望阿平不會有事吧。我們下期繼續講解。